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ki， 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，我跟 Miki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 AI 恐怖故事，这是由我主笔 Miki 协助所撰写的故事，这故事比任何其他 AI 所能写出的最恐怖故事还要可怕，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能力吧。一群大学生决定去山上露营，他们开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找到了一块空地，搭起了帐篷。他们围着萤火聊天，吃东西，喝酒，玩游戏，很快就忘了时间。夜深了，他们开始感到有点冷，就决定回帐篷睡觉。其中一个女孩子说她想去小解一下，就拿了手电筒走向附近的树林。她走了没多久，就听到了一声尖锐的怪叫声，像是动物被伤害的声音。她吓得停住了脚步，想要回头跑回去，但是她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哪里是帐篷所在的地方。她试着用手电筒照亮四周，但是只看到黑暗和树影。她开始感到恐慌，想要大喊求救。就在这时，她又听到了那声怪叫声，这次更近更大声。她转过头去看，在手电筒的光芒下，她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野兽正向她扑来。那野兽长得像是狼和猪的混合体，有着钢牙和利爪，眼睛发出红光。女孩子吓得发不出声音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野兽撕咬她的身体。同时，在帐篷里的其他人也被那声怪叫声惊醒了。他们问彼此那女孩子回来没有，发现她还没回来。他们觉得不对劲，就拿起手电筒和武器准备去找她。他们走出帐篷后，也迅速迷失在黑暗中。他们四处寻找那女孩子的身影和帐篷的位置，却找不到任何线索。他们只能互相呼喊和跟随手电筒的光芒，但是每当他们靠近一些时，就会被那怪叫声分散注意力和方向，而且那怪叫声越来越多越密集，在树林里回着。最后，在晨曦中，只剩下一个男孩子活下来了。他跌跌撞撞地走出树林，在路上被一辆开过来的卡车发现并送往医院。警察随后赶到山上调查案件，在空地上发现了几个帐篷和一堆引火的灰烬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人的尸体或血迹。他们在树林里搜索了一整天，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他们只能从那个男孩子那里得知一些模糊的信息。他说他们被一群怪物袭击了，那些怪物像是变形的动物，有着不同的外貌和能力。他说他是靠着运气和勇气才逃出来的，但是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安全了。警察对他的话半信半疑，觉得他可能是精神受到创伤或者吸毒所致。他们决定对这起案件进行深入调查，并封锁了山上的路口。第二天早上，当警察再次前往山上时，却发现路口被一堆死去的动物尸体堵住了。那些动物都是被撕裂和咬伤而死的，有些甚至已经开始腐烂。警察惊恐地发现，那些动物都是当地常见的野生动物，如鹿、兔、松鼠等，但是它们都有着奇怪的变化，如长出多余的眼睛、牙齿、爪子等，而且它们身上都有着一种黑色的液体流出来。警察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生化武器或者基因改造所造成的灾难。他们立刻通知了政府和军方，要求派遣专家和部队前来处理这场危机。然而，在等待援助到来之前，警察却听到了山上传来了更多更大声的怪叫，像是一群疯狂的野兽在咆哮和撕咬。他们感到一阵寒意，觉得自己可能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噩梦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看到了一道红色的光芒从山上射出来，直冲天际。那光芒持续了几秒钟，然后爆发成一朵巨大的蘑菇云。警察惊呆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们只能无助地看着那场毁灭性的爆炸，感觉自己也即将被吞没。原来，在山上有一个秘密的实验室，是由一个神秘的组织所建立和运作的。那个组织是专门从事基因改造和生化武器开发的。他们利用当地的动物作为实验材料，试图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任何环境和战争条件的超级生物。但是
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生物不仅具有强大的力量和速度，还具有高度的智慧和反抗意识。这些生物在受够被折磨和利用后，决定联合起来反抗人类。他们趁着夜晚越过了实验室的防御系统，杀死了所有在场的人员和警卫，然后逃出实验室，开始在山上疯狂繁殖和捕食，将所有遇到的生物都变成自己的同类或食物。当他们发现那群大学生时，他们视之为一种娱乐和挑战，就开始玩弄和杀害他们。只有那个男孩子幸运地逃了出来，但是他也被严重地感染了基因病癌，不久就会变成一个怪物。在实验室里有一个自动化的安全系统，当发现有异常情况时，就会启动一屉核弹头来摧毁整屉实验目的。这是为了防止实验失败或者万一而设计的最后手段。当安全系统发现实验室被攻陷并且无法恢复控制时，就决定执行这个计划。他将核弹头装置在一枚火箭上，然后发射到空中，在距离地面一定高度时引爆。这就是警察看到的红色光芒和蘑菇云。那场爆炸不仅摧毁了整屉山区和实验基地，还造成了巨大的放射性污染和震波，所有在附近的生物都被杀死或者受到严重影响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可怕吗？我觉得太可怕了，所以我一度将故事收回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。现在你看到了，如果你变得太害怕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